据乌克兰政府10月31日的统计，俄军累计阵亡人数已破30万大关。土耳其暗中援助集束炸弹，成为除美国以外第二个供应集束弹给乌克兰的国家。美国海军通过加装集装箱式导弹发射器，滨海战斗舰的火力得到大幅度提升。下面请看详细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文指出，自俄罗斯去年2月24日入侵乌克兰，统计至今年10月31日上午9点为止，俄军已阵亡30万810人。其中，阿夫迪夫卡围城战是俄军大规模伤亡的战役之一。要知道，10月10日时的战报还只是显示俄军阵亡了28万，但仅仅过去21天，人数就激增至30万，啥概念？当初整个海湾战争差不多半年时间才阵亡了2万到5万人，现在俄军21天就达到了，可想而知阿夫迪夫卡围城战的惨烈程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阿夫迪夫卡围城战中，俄军动员的总兵力将近4万人，共8个作战旅，由俄军精锐的第90战车师担任先头部队，配合俄空军战机执行空地联合作战任务，但却遭到乌军重创。据乌克兰军方的说法，阿夫迪夫卡围城战从10月11日爆发至10月31日，俄军在该处战场已经损失218辆战车、426辆装步战车，以及至少400门火炮。士兵军官阵亡高达8970人，几乎占了2万阵亡人数的一半。而对于整个俄乌战场的俄军来说，每天平均折损将近1000人，可以说阿夫迪夫卡俨然已经成为第二个巴赫穆特。那俄军伤亡为何会如此惨烈呢？主要是因为俄军采取的战术和装备出了问题。据参与阿夫迪夫卡战役的俄军官 Vzakzy 解释说，他们部队缺乏有效的火力压制手段，但攻占攻势的命令已经下达，所以只能采用士兵冲锋的形式去攻打阵地。据他所说，他们所在区域的情况是，冲锋根本到达不了射击距离，就被乌军的迫击炮和反坦克炮给打散击垮。即便出动坦克装甲车辆打头阵，也会被乌军无人机、火炮等重点击火，将其打废，因此俄军才伤亡惨重，战果几乎为零。阿夫迪夫卡前线的俄记者菲拉托夫也解释了俄军损失惨重的原因。他说，新抵达的俄预备队原本是要为车辆纵队扫雷，让包括第114旅在内的俄军部队跟进，方便对乌克兰阵地和炮兵进行压制。然而，由于不明原因，俄第114旅居然率先行动，最终遭到乌克兰的猛烈炮击，其他纵队也因此没有安全通道，面临着被摧毁的命运。这才造成重大损失。目前在阿夫迪夫卡地区，由于俄军损失过大，乌军多个旅开始对阿夫迪夫卡南部的突出部进行反击，如乌军第47机械化旅驾驶 M2 步战车和大量士兵在阿夫迪夫卡集结作战，乌军第31机械化旅和其他新部队则在坚守阵地的同时继续向前推进，尤其是阿夫迪夫卡北部的俄第114旅好像有点顶不住了。关于阿夫迪夫卡的垃圾堆争夺，乌克兰方面表示已完全由乌军控制，该地区已处于乌克兰火炮的射程内，所有爬到那里的俄军都将被消灭。俄罗斯方面则表示，垃圾堆周围已经被俄军控制，所以该地区大概率仍处于灰色地带。未来几天可能会出现乌军使用远程炮火封杀的场景。俄军为什么要不惜代价死磕阿夫迪夫卡呢？其主要原因是，俄军只要拿下这里，就可以宣布所谓的乌军反攻失败，仅此而已。但正是由于俄军这种短视行为，俄军战力正在急速下降。据俄罗斯军事记者称，俄军在阿夫迪夫卡和巴赫穆特南翼的 Stormzy 突击分队，在这些天的疯狂进攻后，平均损失了40%到70%的人员。其次是让其他战线的乌军找到机会，开始了反击。如库皮扬斯克、斯瓦托夫、克雷明纳地区，由于俄军将这里大量部队抽调到了阿夫迪夫卡和巴赫穆特，让目前这里的乌军整体非常活跃，而调过去的部队如第30步兵师已经在阿夫迪夫卡全军覆没，又或是东线战场，这里的俄军已经没有多少兵力，乌军将俄军赶回新基夫卡东北部后，正顺势向俄军发起进攻。且乌军正式组建第150、154机械化旅，除第151机械化旅被授予勋章和第一批装备，其余的4个旅正在欧洲继续训练。
其他战线倒是没多大变化，也就赫尔松地区的皮什恰尼夫卡，乌军沿铁路线进攻并取得进展。目前桥头堡线面积约11平方公里。今年7月，美国首次向乌克兰提供了集束弹药。如今有官方文件显示，土耳其成了除美国以外第2个供应集束弹给乌克兰的国家。事实真是如此吗？据美国军事新闻网站防务1号报道，在商业海关数据供应商 Import Genius 搜集的乌克兰文件中，标有原产于土耳其的18批 M483A1 集束弹于今年7月31日运抵乌克兰，并在发货前进行翻新。这种155毫米口径之中包含88枚子弹药，高爆母弹于目标上空引爆后，子弹药会瞬间转化为弹幕，对目标区域的兵员和车辆造成大面积杀伤。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先前援引未透露姓名的美国欧洲官员说法称，土耳其其实自2022年底以来一直在向乌克兰运送所谓的两用改进型常规弹药，其中运送给乌克兰的 M483A1 集束弹药是土耳其在冷战时期根据与美国的联合生产协议制造的。俄军去年12月在乌东巴赫穆特遭到一连串炮袭时，许多网友就怀疑过乌军使用了集束炮弹，只是当时没有证据证明而已。当然，现在也没有确凿的证据。目前无法确认土耳其政府在向乌克兰运送集束弹药的决定上参与了多大程度，而且土耳其与乌克兰先前也都否认了前者向后者运送集束弹的事情。再加上防务1号的报道中也提到，从进口记录显示，乌克兰进口的土耳其集束弹药发货商是罗马尼亚国防部旗下的罗马尼亚贸易公司 Romantenica， 而非土耳其。所以土耳其是否是第2个援乌集束弹药的国家，还需打上一个问号。强大的火力输出永远是火力军的最爱。这回美国海军直接把导弹集装箱搬上了滨海战斗舰，即便体积比导弹驱逐舰小，但也是实打实的火力提升。10月下旬，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宣布，独立级滨海战斗舰萨凡纳号在东太平洋进行了一次实弹测试，利用集装箱式发射系统向靶标发射了一枚标准6型远程防空导弹。虽然美国军方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但却着重提到这次测试展示了滨海战斗舰的模块化特性和杀伤力，以及集成集装箱武器系统攻击水面目标的能力。这个导弹集装箱是什么型号呢？据同步公开的照片显示，萨凡纳号搭载的是 MK70 型发射器。这款发射器由 MK41 垂发系统衍生而来，原本是美国洛马公司为美国陆军的提风中程导弹项目研发的，现在直接出现在了美国海军中。据悉 MK70 和它的前身 MK41 一样，不仅能发射标准系列防空导弹，还兼容战斧巡航导弹。之前9月份时，美军就曾在游骑兵号上用 MK70 导弹集装箱试射了标准导弹。此外，在此次测试中，除了搭载 MK70 发射器外，美军还在滨海战斗舰上搭载了 AN/TPQ-53 反炮兵雷达等附加传感器系统，以此来提高滨海战斗舰独立发现和应对各种威胁的能力。据美国动力网25日的报道，除了萨凡纳号之外，独立级滨海战斗舰图尔沙号也进行了同样的改装，但不清楚其是否使用集装箱式垂直发射系统发射过导弹。那加装 MK70 导弹集装箱有什么好处呢？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分析认为，对具备多余甲板空间的舰艇来说，加装集装箱式导弹发射器是一条提升火力的捷径。除了滨海战斗舰，其他一些配备停机坪的船只，如两栖登陆舰、后勤支援舰乃至军方管辖的民用船只，也都可以由此获得更大的任务灵活性。而且美军的滨海战斗舰一直被认为即使在中等威胁环境中也很脆弱，但在加装 MK70 发射器后，美军独立级和自由级滨海战斗舰的远程打击、区域防空等能力都可以在短时间内大幅提升，使敌人在更广泛的区域面临更多的威胁。敌人的防御规划和其他作战决策过程也将变得更加复杂。要说有什么缺点，无非就是在加装导弹发射器后，滨海战斗舰失去直升机起降的能力。直升机向来被视为打击水下和超视距目标、防御快艇等近距离威胁、增强自身态势感知能力的重要手段。
但这样的损失在美军设想的高端冲突中是可以接受的，因为美军设想的高端冲突中是有专注于防空和反导任务的大型舰艇的。这样一来，临时加装导弹集装箱和传感器的滨海战斗舰就可以提供非常有价值的额外火力，成为水面作战集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美国海军今后的舰队编组来说，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变量。台空军名为天龙演练的年度空中战术总验收工作已于10月31日开展，将进行约1周的演习，届时会选出今年的王牌飞行员。什么是天龙演练呢？天龙演练是台空军年度各项武器战绩竞赛，也可以说是空军的全能运动会。除检视各作战连队年度的训练成效外，空军为激励士气，还特地比照欧美空军的实战训练模式，让飞行员角逐包括空战王、箭靶王以及炸射王等项目，从而选出各项的王牌飞行员。不过今年有别于以往各型主力战机统一进驻花莲受测，改成了以各基地起飞前往施测，并分批分期完成考核。据悉，台湾空军已于31日放出了演习第一天的竞赛画面，其内容为机炮射击、炸射以及空中战斗等科目。从台空军发布的照片显示，台南一联队的 IDF 战机操演首日在官兵协力下完成空射武器挂载，包括天剑1型、天剑2型、火神机炮的装弹，以及 ACTIS 空战演练仪的安装，并升空前往参赛。ACTIS 空战演练仪为中科院研制的实时飞行数据记录器，由美军的 ACMI 空战演练仪改进而来，可记录飞行的姿态、数据及飞行动线等，是战机的行车记录仪，也是日常飞训与天龙演习评比的重要依据。在参赛首日，也有 F-16V 战机前往靶场进行投弹，角逐炸射王的画面，其战机下挂着炸射训练用的小蓝弹。像美国海军用的小蓝弹是 MK76， 其设计用于模拟低阻力配置的 MK82 和 MK84 实弹。此外，台湾151舰队及地面部队也将于11月9日、17日分别于台中大安海滩、高雄西子湾进行演训。此演训目的是为了磨练部队的两栖登陆模拟攻防及运补作战。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资讯全部内容。关注火力军，带您了解最新资讯和时局动态。我们下期再见。